只是路过一座房子，想问个路，不料却因此惹来了杀身之祸。他注意到房主的车里竟放着一把枪，地上还有一滩鲜红的血迹。起初他并未多想，可那老头一见有人靠近，竟被吓了一跳。得知对方只是问路后，老头才稍稍放松，强作镇定地指明了方向。由于人生地不熟，玛丽这位远道而来的女人并未深究那滩血迹，按着老头的指引继续前行，很快便找到了那片冰封的湖面。她此行千里，正是为了缅怀刚去世不久的丈夫，这里是他们年轻时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正当她沉浸在回忆中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她立刻警觉起来，枪声越来越近。她迅速躲到车后，悄悄观察，竟看见一个双手被绑的女孩在雪地中拼命奔逃，而紧追其后举枪射击的正是刚才那位指路的老头。在枪口威胁下，女孩最终被老头抓了回去。玛丽意识到老头绝非善类，立刻掏出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在这荒山野岭毫无信号。她当机立断，收拾东西打算离开。为避开老头，她特意朝反方向逃去。然而因不熟悉地形，车子不幸陷进雪地。她尝试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，车子最终彻底抛锚。绝望中，她再次查看手机，依旧没有信号。走投无路之下，她只好下车寻找附近居民求助，却发现方圆几里只有老头那座林中小屋。恰在此时，老头驾车离开了房子。玛丽决定潜入屋内寻找生存物资，可大门紧锁。她绕屋一圈，发现地下室的窗户可以拆开，透过缝隙，她赫然看见那个被绑架的女孩正蜷缩在里面。玛丽心头一紧，圣母心顿起，决心先救出女孩。就在此时，一辆车驶近，她只得迅速藏身。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下车的竟是老头的同伙，一个持枪的女人。从她握枪的姿势就能看出，绝非善类。玛丽等对方进屋后，故意将一只手套丢在地上，又在地下室的玻璃上写下“我会救你”的字样，随即迅速返回自己的车旁，开始筹划营救。然而，女绑匪丽莎很快发现了地上的手套和玻璃上的字迹。她循着脚印望向森林深处，又见远处升起一缕炊烟，立刻意识到事情败露。为斩草除根，她立即叫上老头，循着烟迹赶往那座取暖小屋。两人刚走近，脚下却突然塌陷，一脚踩进了玛丽精心布置的冰窟陷阱。趁两人在冰水中挣扎，玛丽迅速折返小屋，准备救出女孩。可她发现绑住女孩的并非绳索，而是一副坚固的手铐。担心绑匪很快返回，她转而改变策略，将屋内所有取暖物品泼上冷水，连棉被也浸在水池里。这样一来，屋内温度骤降，绑匪回来后定会因寒冷而离开，她便可趁机救人。他本以为计划天衣无缝，不料刚起身准备离开，老头和丽莎竟已从冰窟中脱身返回。身后枪声骤起，玛丽慌忙躲到车后。就在她几乎绝望之际，对方突然停止射击，原来是在换弹。玛丽抓住这短暂空隙，一头扎进密林，侥幸逃过一劫。而绑匪回到小屋，才发现屋内已成冰窖，棉被湿透，根本无法取暖。所幸地下室的女孩还在。老头因落水冻得瑟瑟发抖，两人只得躲进车内，靠暖风缓解体温。与此同时，玛丽也没闲着，她回到抛锚的车旁，却发现引擎盖被打开，发动机已被破坏。绑匪显然打算将她困死在这雪山之中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带了些物资，匆匆赶往取暖小屋。途中，她竟在雪地里发现了老头掉落的手枪，虽然只剩一发子弹，但总算有了防身之物。他迅速将枪藏好。不久，老头体温恢复，怒火中烧。他与丽莎押着女孩前往取暖屋，是要除掉玛丽。但他们不知道，玛丽早已察觉，此刻正藏身林中，冷眼旁观。趁绑匪踏上冰面，玛丽再次潜入小屋，简单处理了自己之前受的枪伤。搜寻物资时，她意外发现车上竟有一台电台。她立刻尝试呼叫救援，竟真的联系上了森林护林员。对方表示马上赶来，可就在他刚放下话筒，老头竟从背后现身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玛丽抄起地上的斧头，狠狠劈向老头的脚踝，成功反制。面对枪口，老头连连求饶，声称自己只是个外科医生，受雇为一位患肾衰竭的女富豪做移植手术，而那个女孩的肾型恰好匹配。他说自己不想再参与此事，只求玛丽放他去医院治伤。玛丽心软，同意放行。
老头为表诚意，交出了剩余的子弹，驾车离去。然而，他刚开出不远，便在路上撞见返回的女富豪。在胁迫下，老头只得折返。玛丽对此毫不知情，但她并未完全信任老头。她迅速装好子弹，将车推到冰面上，塞了块破布进油箱，一把火点燃了车子，浓烟升空，只为吸引护林员注意。果然，护林员循烟而至，玛丽急忙求助，但护林员并不轻信，收走他的手枪后，随他一同前往小屋查看。然而屋内已空无一人。就在他们准备进一步搜查时，女富豪突然现身，开枪偷袭，2名护林员当场毙命。玛丽慌忙寻找手枪，对着女富豪连开数枪，虽击中其小腿，但子弹已尽。她试图去捡护林员的枪，却被女富豪举枪制止。就在此时，她惊恐地发现老头已死在车内。显然，女富豪因他背叛而灭口。玛丽吓得转身狂奔，女富豪紧追不舍，最终将她逼回地下室，与那名女孩一同绑了起来。女孩见状绝望不已，玛丽却低声安抚：“她不在，我们还有机会。”她环顾四周，发现手背靠着一个金属铁架，不远处放着自己的鱼线盒，只要能拿到盒子，就能找到工具拧开铁架螺丝。她设法将盒子砸落，果然取出小工具，迅速卸下螺丝，并将螺丝悄悄递给女孩，留着或许有用。费尽力气，玛丽终于挣脱束缚，找到地下室的窗户。她拼尽全力推开窗，刚吸到一口新鲜空气，却见女富豪手持猎枪，早已在外等候。原来女富豪腿伤未愈，需要帮手完成换肾手术，才暂留她性命。在枪口威逼下，玛丽被迫将女孩绑上手术台，但她暗中留了一手胶带，并未完全贴紧，只是伪装成紧绷模样。手术准备就绪，女富豪却突然举枪，一枪击中玛丽胸口，她踉跄倒地，眼睁睁看着女富豪在女孩腹部标记肾脏位置。但玛丽并未放弃，她挣扎起身，与女富豪扭打起来，混乱中打翻了取暖灯，火焰瞬间点燃帐篷，两人从屋内打到冰面。年迈的玛丽终究不敌，被狠狠击倒在地。就在此时，帐篷内的女孩也没闲着，她用玛丽给的螺丝反复摩擦胶带，终于在帐篷坍塌前挣脱束缚，逃了出来。女富豪见状，决定亲手了结玛丽，枪中已无子弹，她便拖着玛丽走向冰窟，准备将其扔入水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玛丽猛地将一副手铐锁在女富豪脚踝上，随即纵身跃入冰窟，两人一同沉入刺骨寒水，同归于尽。坠入深渊前，玛丽掏出随身携带的丈夫骨灰盒，轻轻打开，让骨灰随水流散。她与挚爱终于在这片冰湖之下长眠，而那个被绑的女孩也因此重获新生。至此，影片落幕。